那咱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投诉物业的。这位朋友他们楼的这个物业公司呢，近几年呢是都没有对他们本楼进行最基本的定期的正常维护，包括这个火警的系统呢，他说啊，物业公司是不做维护的，从来呢都没有人上门来检查火警警报器是否正常运行。那近来呢，他是发现这个火警报警器已经是错误报警多次了。另外呢，他也提到每年的这个物业费，物业公司是怎么样去使用的，他们作为业主呢也不知道。他们也是去联系物业公司多次了，但是打电话发邮件呢都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所以呢，现在他们可能是已经忍无可忍了，所以他们决定去投诉这个物业了。但是他发现啊，他们从来没有业主委员会。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该怎么样去投诉物业公司呢？想请 Vicky 看看这个问题应当怎么样去解决。那首先呢，关于公寓楼这个物业呢，有几个概念想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 Owners Corporation， 我们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业主的法人团体。那么公寓楼里面所有的业主，他就组成了一个这个业主的法人团体。第二个需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Strata Committee， 中文直译过来就是分期式的物业委员会。它是作为一个业主法人团体的一个代表来做一些相关的决定的。那么在这个委员会里面的成员呢，它都是由这个业主团体选举出来的。它里面的成员呢不能超过9个人。委员会会设立相关的一些职务，譬如说主席啊、财务啊、委员会秘书啊这样子的一些职位。那么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问题里面讲到的这个物业经理。物业经理很多公寓楼里面的居民都以为所有的一些决定都是由物业经理来决定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物业经理呢，他是执行这个业主法团所做出的这个决定，给业主法团提供相关的建议。但是这个业主法团呢，它是始终负有管理还有运行分析物业的一个责任，其中包括就是评估物业经理的一个表现。那这里面讲到的很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进行这个正常的维护啊，火警系统的一个维修啊，报警器是否正常的运行啊，这些很多时候都是在业主委员会会讲到的，就是说什么时候要进行维修，一年要维修几次。我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每一次开业主大会的时候呢，你开完会之后他会告诉你这个决定到底是什么，我去看一下当时的一些决定，里面可能会提到一般来说每年要对这些系统要进行多少次的一个维修，这个物业费是怎么使用的，应该在这个会议上面都会有提及。那么每年很多公寓楼的居民呢，他就是觉得说买了公寓楼之后我就付物业费就可以了，但是从来都不去参加业主委员大会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如果不去参加的话，你很多就是做决定的一个权利就没有了。因为很多时候呢，在业主大会里面呢，有很多的一些动议，比如说大家可能会一起在讨论，就是说每年要对火警警报维修几次。那如果你没有去的话呢，那你这个表决权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表决权了。那等到时候你可能对这个大楼的维修啊一无所知。那这个问题里面提到的就是说，业主去联系这个物业，打电话发邮件都不回，那这个呢有可能就是物业经理的一个表现的一个行为。那如果这个业主委员会呢对这个物业经理的表现不满意的话，实际上是可以召开这个业主大会去解雇这个物业经理的。解雇物业经理一定要通过这个 Owners Corporation Meeting 去解雇，一般 Strata Committee 是不可以直接去解雇这个物业经理的，因为要通过所有的业主的一个表决去决定是否去解雇这个物业经理。那么这里我要提醒一点的就是说，大家可能要注意去看一下，就是之前跟这个物业经理在最初的时候签订的一个合同，那如果是在合同期内去解约的话，有可能要付相对应的一部分的一个违约金，就是究竟这个违约金需不需要付啊？所以大家可能要看一下，就是最初签的这个合同上。那如果是在业主委员会上面无法去解雇这个物业经理，有可能大部分的这个业主都不同意去解雇这个物业经理，那这个时候呢，业主法团的代表呢是可以到被吹顶去递交一个物业调解的。调解就是如果还不成功的话呢，最后一步就是要到这个新州刑事民事仲裁庭去递交这个申请了。
OK， 原来这里面涉及到这么多对象啊，就是这个不同的当事人不同的角度。刚才 Vicky 也提到了，就是说一个是业主法团，涉及到每一个住在这个楼里面的业主，还有一个是业主委员会啊，就是 Strata Committee。 那这个朋友他说他在遇到这个问题以后，他决定投诉这个物业经理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从来没有业主委员会，所以他可能觉得做不了这个事儿。其实不然啊，刚才 Vicky 也说到了，如果想要去投诉这个物业经理，可能对他有一个解雇的话，是业主法团这边要去做一些动作，是吧？而不是说这个业主委员会能做的。对，这个业主其实是可以要求这个物业经理去，就是如果是召集了大家的一个同意之后呢，要求这个物业经理去召开业主大会 Owners Corporation Meeting， 又或者就是每年这个大楼就是公寓楼它必须要召开1年1度的业主大会，也就是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GM，然后在这个上面也可以对这个物业经理就是他的这个表现呢进行一个决断，就是说是否要继续聘请这个物业经理呢，继续续这个合同呢，还是说这个合同就到这里就终止了。所以就是说刚刚我也说到了，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是任何的 Owners Corporation Meeting 或者说是 Annual General Meeting 1年1度的这个业主大会，大家都一定要去参加，就是说行使自己的这个表决权。谢谢 Vicky 帮助咱们普及相关的这方面的知识。还想问一下 Vicky， 我看有一些朋友也在提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每一个大楼一定要有业主委员会吗？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朋友，他好像从来不知道他们这个楼有业主委员会，这个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Vicky？ 有的时候呢，取决于他这个大楼里面有多少户了。那很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朋友他住的这个公寓楼很可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公寓楼，有可能只有4个业主，或者说是8个业主、10个业主，只有很少的业主，所以每个人都形成了一个业主委员会。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正规的说是一定要有一个业主委员会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这个公寓楼它里面只有很少的几个业主，所以他并不知道说需要这么做。那我们在进行这个物业调解的时候，经常遇到的很多问题就是说，这种很少的业主组成的这个公寓楼出现的问题就比较多，因为就是不规范嘛。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您也不用太担心啊，即便您可能住的是非常低密度的单元楼或者公寓也没关系，即便现在您找不到您这个业主委员会，可能没有，那您作为这个业主法团的一员，您可以同样召集一下您本楼的业主住户，然后一起大家商量一下，按照刚才 Vicky 给的这个建议去尝试去操作。谢谢 Vicky 的解答。